朋友們，大家好。進入2026年，我就發現啊，這個世界好像亂了套一樣。首先，元月3日，那個某大國悍然入侵委內瑞拉，把人家總統呢都綁架到了紐約去進行審判。他的目的當然是想掌控委內瑞拉的石油啊，還有委内瑞拉相对來說在那地方地缘政治還是比較重要的，因為它是在南美，而且是一個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榜樣。他把它打下來也是殺雞儆猴。然後呢，在中東這個國家，伊朗也非常的危險。你看這段時間，伊朗就突然出現全國性的示威，難道這沒有外因的影響嗎？當然，內因，因為它的經濟非常低迷，而且那個貨幣貶值非常嚴重，通脹又很高，所以普通的伊朗人呢，生活困苦。再加上数十年来，应該是70年代那個伊朗革命成功以來呢，就被以這個某大國為首的西方制裁，一直制裁到現在。所以呢，又認證了一個資源型是受詛咒的那個國家，也是正確的啊。縱觀全世界，大部分呢非西方國家，凡是有資源的都過得不好，非常貧窮或者處於戰亂。比如說剛果也一樣，對不對？現在伊朗一樣，幾十年來一直受到制裁。像德國還有歐盟，竟然沒有進口一滴這個伊朗的石油。也就是說，伊朗你縱然有石油，你賣不出去，唯一買的可能就是與伊朗呢相對來說關係還不錯的國家，或者呢不怎麼受那個西方支配的這些國家。比如說我看了中國啊，中國從伊朗進口的油佔中國大概是8%左右，不是特別多，但是也不少，8%。你們想想看啊。委內瑞拉的石油受到影響，然後呢，現在伊朗石油受到影響，一共是12%左右，佔中國總進口12%也不少了。也就是說，如果伊朗亂起來，那對中國的人的生活也是有一定影響的。但是目前來看，短期應該影響不大，因為呢，目前中國有不少的那個石油儲備，大概能夠保證你即使世界全部亂起來呢，2-3個月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因為中國啊，確實是做到未雨綢繆了。好，我們回到伊朗。伊朗啊，它突然亂起來，它伊朗內政剛才說肯定有問題，就是人民生活不好了，只能走上街頭了，對不對？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過去幾十年來，因為伊朗受到制裁，所以他們生活一直呢比較困苦。年輕人呢又特別崇洋媚外，就崇拜美國，所以他们呢向往所謂西方的生活。這一點呢，也是我覺得這次呢遊行示威爆發的一個原因。還有一個就是外因了啊！你們想想看，伊朗亂起來，最得利的是哪兩個國家？獲得利益的意思啊，只有2個國家，一個是第一個那個某大國，對不對？他搞亂了伊朗，他可以掌控這個伊朗的石油，然後呢掌控整個中東，因為中東地緣政治非常重要。第二個得利的那就是小椅子。你們知道是哪個國家？我不便說那個具體的國名啊，因為確實對我還是有風險的。說這種話，這個某大國還有小椅子做事，他們肯定有章法的，這不得不佩服啊。他們這個棋盤也推演得非常好。大家還記不記得去年年底的時候，突然呢有一個小國一直呢不被任何國家承認，但是與台灣打得比較火熱。前段時間，那就是索馬里蘭。索馬里蘭，大家看地圖就知道，它處在紅海這個亞丁灣的咽喉地帶呀，就是這樣一個國家。所謂國家吧，事實上是從那個索馬里獨立出來了，但是沒有受到任何一個國家承認。就是應該從前年開始吧，與台灣他們互相抱團取暖，想互相承認。但是目前為止呢，沒有任何一個聯合國會員國承認。直到2-3個星期前，中東那個小椅子第一個承認它是一個獨立國家，承認索馬里蘭。所以呢，他們雙方打得突然火熱，難道是突然就覺得這個國家人那麼可憐了嗎？所以要承認它？不是的，因為呢，索馬里蘭它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。你們想想看，如果是這個第一大國，這個某大國，他把伊朗搞亂，掌控了伊朗，掌控了中東，對吧？然後呢，中東這邊，它的對面，紅海這邊，亞丁灣這邊，這個索馬里蘭，它又可以駐軍啊，對吧？然後相當於把阿拉伯灣還有亞丁灣全部掌控起來，
那你全世界石油可以說都受到控制了。我認為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。為什麼這個小椅子突然會承認索馬里蘭作為一個獨立國家，和他搞好關係，就可以名言正訓的到那個地方去駐軍了，建軍港等等，到時他就掐死你全世界石油供應。所以啊，像這個某大國還有那個小椅子，他們做事啊還是非常有章法的啊。如果掌控了中東，那麼就掌控了全世界，就美元霸權持續下去了啊！美元霸权持續，那就是帝国的也可以繼續存續。如果中東亂起來，這個世界第某大國還可以搞亂什麼地方呢？因為亂起來之後，這些人那麼多，你看，敘利亞亂，對吧？伊朗亂，還有其他國家可能也會跟着亂呀。那麼這些人他們在自己國家亂起來，戰火紛飛的時候，他要逃難。逃到什麼地方去？中國那邊肯定是不開門的，那只會是往西邊，往歐洲逃。到時你歐洲就接受難民吧。如果這樣下去，伊朗很可能會變成第二個敘利亞。到時這個難民潮又會往那個歐洲跑。歐洲你看就是那麼傻，他就是配合他的主子啊，這個在大西洋西岸的那個世界所謂的老大，黑老大，全然不知道自己是被割韭菜那個。好處都是大西洋对岸的那個大哥撈去了，然後呢，自己老是幫人家養難民，還有制裁俄羅斯能源，搞得自己的現在像德國去工業化特別嚴重，紛紛跑路或者是破產。過去這些年來，因為這難民潮，德國受到多大的負面影響，他們好多人不知道，只不過呢，有一部分人知道，這一部分人他們是沒有話語權的，比如說。德國偏右的那個選擇黨，他們就知道，他們也反對，但是沒用啊，目前是不可能掌權的。好的，那伊朗如果是亂了起來，對這個美元霸權有好處，對不對？可是如果像這個國家悍然轟炸伊朗，那可不可行呢？從時間點上絕對是可行的，因為呢，伊朗可以說是被孤立了，俄羅斯那邊現在是鞭長莫及啊。當時敘利亞被打之後呢，俄羅斯它沒有據點了在這裡，然後呢，兩國之間路途挺遙遠的，你怎麼馳援呢？而且俄羅斯本來自己的國力消耗現在也非常的嚴重，所以呢，有點泥菩薩過河的性質。其實我對伊朗這個國家不怎麼同情，因為他們的高層啊，我覺得太拉胯了。有部分是聽說是崇美的啊，就是對西方、對這個大國抱有很多的幻想，以為通過談判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。其實大錯特錯，你越不硬氣，你越低頭，想跟他求和，到時人家把你打得越慘。這無數過去的經驗已經認證了這一點。但是呢，伊朗就是不吸取教訓，那也沒辦法呀。所以呢，過去你看，伊朗被這小椅子的情報部門，還有被西方滲透成篩子了。很明顯啊，因為過去一幫又一幫的，甚至呢，連伊朗總統都被人家定點的把它清除掉，哪有這樣的國家？就說明這樣的國家，它情報部門非常的菜。另外一個呢，就整個國家情報系統被那個滲透成篩子。你自己伊朗不爭氣，那就你自己伊朗的問題了。還有第二個，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伊朗本來可以跟中國更好搞好關係，但是呢，他覺得還防着中國一樣，跟中國可以說是若即若離這樣的一種狀態。你們想想看，如果是購買全套的中國的武器，購買中國的戰鬥機，與中國搞好關係，過去那麼多年可以幫助伊朗發展啊，對不對？但是伊朗他就沒有這個。網上說，或者人類學家說，伊朗人的那個智商很高，但是這點我沒看出來呀。所以跟中國的關係沒有搞好，你還是希望與那個所謂的地大國進行協商、進行談判，那就打錯了算盤。真的，當時如果是引進中國全套的武器等等，然後呢，前些年其實從2010年左右，伊朗與中國就簽訂了協議。但是呢，後來沒有執行。你們想想看，如果與中國簽訂這個協議執行了，這“一帶一路”啊，它可以發展得很好的。
伊朗人的生活就不會像今天那麼艱難困苦了，對吧？那這個民眾這個不滿就沒有現在那麼多的情緒了，就不會受到西方後面的滲透了。所以呢，目前看來啊，不值得同情。如果他垮台了，那也沒有辦法，是你自不爭氣，對不對？好，伊朗這段時間發生的，我認為呢，就是又一個顏色革命，又一次呢，阿拉伯之春。因為很明顯，它就是比如說以年輕人為主的，對吧？那些對西方懷有幻想的、對現實不滿的，又呢涉世未深的這些年輕人最容易蠱惑，他們是這次遊行示威的那個主流。還有第二個，說說馬斯克這個人，我對馬斯克這個人呢一直呢比較矛盾。一方面，他很多時候呢比如說在他那個 X 平台上講公道話，就是站在那個中立的角度講關於中國的一些東西，在我們以為啊是幫中國講話，其實他是講公道話而已，他可能不是立場。但另一方面，我發現他在世界很多操作，他又是與比如說中國的國家利益是背道而馳的。比如說他這次呢，我認為啊，肯定是支持伊朗這個游行示威的活動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伊朗全國斷網，但是呢，一些關於伊朗的那些信息、那些視頻可以發出去，只有一個渠道，那就是那個馬斯克的星鏈，通過他的衛星，然後呢，可能伊朗全國有不少的那個馬斯克這個星鏈的那個接收器，因為只有接收器，它才能夠與手機啊、電腦連起來，你的手機、電腦才能上網呀。這些視頻能夠流傳出去，就表明之前絕對是伊朗內外合作，也可以說是內外勾結吧，用一個貶義詞。然後可能走私了很多這種地面接收設備進伊朗去，然後呢，在伊朗全國分發。因為這些視頻呢是伊朗各地都發出去的。既然全國斷網，為什麼全國各地能發出去？那就表明全國各地它都有那種接收器，因為它接收器它有一定的範圍的啊，超出範圍你也就沒用了。那就表明伊朗全國各地都有這種設備，表明了之前這樣推論啊，之前肯定有些人通過各種手段走私了這些設備進伊朗去。誰有這個能力呢？不是馬斯克他手下的公司，就是一些其他國家，比如說與這個地大國關係比較近的一些國家，它可以有這個能力搞到這些設備啊，對不對？比如說像在德國，如果我們想通過那個馬斯克的星鏈衛星上網，也是可以的。每個月好像是59歐元，不是特別的貴。然後那個它的那接收設備是免費的，就包括在59歐元之內每個月。要想搞到這個設備，其實不難。如果不是裡應外合，絕對不會出現像伊朗目前這樣的情況。正因為斷網，正因為呢，通過這個星鏈，它的那個衛星可以讓這些東西把它發出去，所以才造成了現在啊，西方他們媒體上謠言滿天飛。德國媒體自己就說了啊，因為斷網了，所以無法證實消息來源，相當於給了你一把打開這個假消息大門的鑰匙，你怎麼說都無所謂了，就不用擔責，也不用擔心你的信用了，說什麼假消息，因為呢無法證實消息來源了。我發現最明顯的就是對這次遊行示威這一幫啊，在伊朗這波遊行示威的死亡人數，這個數字真的是無法證實，因為德國媒體它是引用消息人士或是積極分子。如果是積極分子是什麼人？就是參加打砸搶那些人嘛，對不對？他們說伊朗至少死了2500人。甚至德國小的媒體說死了15000人，越來越離譜了。但是德國媒體至少我目前沒有見到啊，德國主流媒體沒有報道伊朗政府這邊也死了人，而且不少。據說伊朗革命衛隊就死了100多人。伊朗革命衛隊是精銳的部隊啊，它是保護伊朗政權的啊。他們都死了那麼多人，可以推理出2個，一個是伊朗現在確實非常亂啊，而且非常暴力，所以呢導致了伊朗革命衛隊也有死亡。第二個也可以推論啊，就是伊朗政府在對待這個遊行示威這些人上還是相當克制的，
克制到連他們自己的那保安人員都死了，是不是可以這樣推論？說點題外話，可能與我們每個人也有一些關係，那就是今後啊，我認為你這樣以這個某大國為首的這些國家在世界搞亂，然後呢，動不動就沒收人家，比如說俄羅斯那2-3千億歐元的國家財產現在被凍結，實際上只是一個數字在字面上啊，因為你俄羅斯根本動不了那筆財富，相當於事實上已經失去了。那既然你西方一不合意就可以沒收，西方今後比如說歐元還有美元，他們的信用會大打折扣。那今後我覺得這世界那麼不太平的話，貴金屬今後肯定會漲價。你看這黃金漲到什麼地方了？白銀現在也漲價呀，還有銅這種呢。所以今後這金屬方面的東西，也就是今後可能這你掌握了實物，比如說你國家囤了多少食物、礦產資源等等這種東西，還有黃金，那你這個國家就可能今後會更好過。我們個人也一樣啊，今後如果你持有大量的美元，還有在歐洲持有大量歐元，我認為風險也是很大的。如果你美元不在，歐元也會搖搖欲墜，因為你這個貨幣啊，它的後面絕对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來支持。你歐洲有什麼？你失去了那個美國的保護之後，你歐洲什麼都不是，對吧？俄羅斯可以說你想拿下你歐洲就拿下，假如沒有美國這個軍事支持的話，絕對可以。所以呢，到時歐元就分崩離析了，美元也不保今後，因為全世界現在各國都看清了啊，全世界的牛仔它有美元霸權，暫時沒有崩潰，所以它可以活命一段時間，具體活多少我們也不知道，但是這絕對是一個建在那個沙漠底下的那種高樓大廈，它的根基很不穩。所以呢，全世界很多國家看清了這點，這個風險啊，可能會紛紛的啊，明的暗的會脫離美元體系。如果越來越多的國家人不想用美元，那你這美元今後誰會用？你印再多誰會用？那就導致了一個是美國境內就通貨膨脹特別嚴重，美元的購買力越來越低。而且現在這個國債誰來買呀？中國反正不買了，對吧？俄羅斯也不會買了。唯一買美國國債是誰呀？美國自己，還有他西方那些盟友，而且西方這些盟友是不得不買，他們被要求買，被請求買。既然老大哥就問你了，你能不能幫我買點啊？如果你一分不買，那你看你明天怎麼活下去，对不對？買的最多美債的是誰？現在一個是小日本，另外一個是英國，然後是比利時啊、德國啊，還有台灣地區啊等等這些國家和地區，他們是被薅羊毛的，但是呢不得不啊，因為他沒有自己的軍事能力，所以他擔心有一天自己得不到保護，那怎麼辦？所以只能是花這個錢來相當於買保護，交保護費。他們的購買力也是有限的，不可能你老大哥印比如說10萬億美元，我怎麼有能力買呢？對不對？總有一天這個雪球啊沒有人再滾下去的時候，那這體系就崩潰了。所以呢，今後啊，你掌握這種礦產資源，你那個國家囤了很多的黃金、白銀，還有貴金屬，還有稀土等等，那你這個國家可能日子就好過多了。個人也一樣，目前看来可能黃金還会往上漲，那麼這樣帶動的話，其他金屬也會往上漲的啊。一個是美元不保，一個是歐元都不保了，今後這世界怎麼辦呢？所以現在是特別亂的時候，那我就想，唯一的定海神針還是得看中國。今後中國人民幣也可能在不遠的未來會變成世界儲備貨幣。雖然目前看來人民幣都還不能夠自由那個兌換，怎麼會成為全世界儲備貨幣呢？完全有可能，只要你中國的國力到時呢是世界妥妥第一，那人家倒是自然而然會接受你的貨幣啊，对吧？那到時再開放自由兌換，那不就行了唄？中國成了世界第一之後，中國國力世界第一了，對吧？中國軍力前些時候我也說了，絕對現在可以看是世界第一，因為你從造船來看，它是美國200-300倍的那個造船能力啊，制造能力。中國那些民用造船廠也可以造軍艦的，
等中國軍力真的到達那個秒殺世界目前第一大國的程度，可能到時台灣回歸不需要發1枚子彈就可以回來了。中國經濟其實早就第一了，因為中國的產能目前就佔了世界1/3啊。軍事事實上是世界第一了，只不過呢，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。所以總有一天，中國成為世界第一。中國沒有想做霸主，但是呢，既然你那個目前的老大他衰落了，他崩潰了，那中國是自然而然就变成世界老大了唄。你坐在世界老大的交易上了，到時你中國就不用下命令，他那些小國自動會用你這個國家的貨幣來做它的儲備貨幣。而且大家也看到了，過去幾十年中國的貨幣幣值啊特別的穩定，甚至與30多年前相比，中國人民幣還比原來更值錢了。而且目前看来，中國人民幣還是低估的。那麼某一天，中國人民幣變成儲備貨幣之後，它可能還會進行升值。所以今後我可能會這樣操作，因為目前看來，那個所謂第一強國，它是外強中乾。其實它像一個病夫一樣，只不過它骨架很大，人家外界認為它很強，其實它身體的內部已經垮了。所以對它我信心不足，對歐洲我信心就更不足了。所以現在我說到個人啊，我特別擔心伊朗亂了之後，歐洲跟着亂，歐洲亂了之後也涉及到我個人的，一個是人身的安危，另外一個呢，我在德國這些房產到時值不值錢，那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。所以朋友們啊，我現在特別擔心我的未來，我的養老也成問題。你們想想看，到時歐元崩潰了，那德國的經濟怎麼辦？德國經濟也會跟着崩潰。要建立德國自己的經濟啊，我不知道要多久時間，我的生命是有限的。你說我能不擔心嗎？如果德國崩溃了，歐洲崩潰了，歐元崩潰了，那我在德國的財產相對來說不可能完全貶值，但是絕對會貶值很多很多。與我當初，比如說與我10年前那構想是南轅北轍，也就是說，我今後我這養老是很大的問題啊。所以我現在想，應該是趁還不是最遲的時候，把目前僅有的一部分，比如說你的財產，把它轉換成人民幣，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方法啊。我不知道，一個避險的方法。反正我過去已經這樣操作了，加上呢，我本身要護理我的母親，所以過去啊，我像螞蟻搬家一樣，把我一部分財富呢轉移回國內去了，變成了人民幣，因為這樣才能夠降低風險。目前看來啊，如果是這樣推論的話，中國確實在將來是個避風港。你放眼四望吧，你看看有什麼地方那麼保險的，像中國那麼保險的，能軍事自保的，然後呢，經濟呢可以做到完全獨立的，除了中國，沒有任何其他國家。當然，我不是給大家建議啊，我是說我這樣做，我在慢慢的盡我所能，把我能夠轉移的財富，我會轉移回中國去。這樣的話，即使西方亂起來，我至少還有一部分財富在中國，沒有完全失去。今後我自己養老才有一部分保障，不能說全部保障啊，只有一部分。所以啊，朋友們，如果你們在海外啊，特別是上了一些年紀的人，一定要為自己想好退路，不僅是跑路那個退路，而想到你自己這個養老這個資金怎麼辦？因為在西方，你的財富很可能一夜之間化為烏有。比如說，你有100萬歐元銀行存款啊，但是某一天那個歐元崩潰之後呢，你的錢真的化為烏有了啊。房子啊，可能稍微好一點，畢竟人都要住嘛，对吧？但是你要變現也是非常困難的，它不像什麼股票，你一賣就可以了。你房產有的時候可能你要賣1年、2年、3年也賣不出去。所以啊，朋友們，你別以為啊，現在這個世界，這個國際大事離你非常遙遠，其實最後呢，我們每個老百姓都會受到影響，只不過大和小而已。好的，朋友們，這是我今天就當前的世界的局勢啊，發表一下我對伊朗一些想法，因為它確實涉及到我自己個人的生活。好的，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啊？歡迎大家留言。好的，本期節目就到這裡，感謝各位，我們下期見。